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静脉导管消失哈，静脉导管未显示是吧？就刚才那个，它那个静脉导管未显示不等于没有，其实就是找不着了呗，或者是相当于分流了，就说你虽然没从静脉导管走，但是从其他地方也过去了。所以说这个胎儿大小啊，各个方面，包括心脏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这个静脉导管这一块儿没有显示，没有显示不等于真的就没有，它只是迷路了，或者是走形特别特殊了，在你现在的这个正规的这个叫什么层面你看不到了而已，但是它肯定是有功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哪儿都没事儿。对吧？但是确实是要排查一下基因问题，有的时候有基因突变，有染色体的异常，它会就出现，就是等于一组吧畸形，就除了你这个血管，可能还有其他的，它能出来一系列的，是排查一下这个。如果单纯的孤立的就这么一个静脉导管的未显示，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大问题，是吧？这种的咱们也是不少见的，但是确实要排查一下。所以说，现在这个穿刺哈，本来原来想这个无创这个技术出现以后，应该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现在好像也不少做穿刺的哈，为什么？因为穿刺的内容变丰富了。原来我们就是10几年前做穿刺的时候，真的什么也做不了，最多做一个快速 fish。各式各样的快速，就是什么叫快速？就是你平时养细胞不是得1个多月吗？快速咱们可能10天，仅此而已。然后你就做不了太特殊的了，明白吧？就是做来做去还是染色体的数目和结构。那么这10年可不一样了它那个染色体的那个变异，各式各样的拷贝数的变异。什么那个全外显子基因突变单核苷酸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都扩展了。所以说，确实就是检测的内容变丰富了。这样的话，你既然抽一次羊水，尽量就做全，对吧？但是这个费用也是一开始特别贵，你知道吗？贵并不是说医院收费贵，它是检测费用贵。但是现在这个测序成本降低了以后，这一系列的这一揽子的所有的这些都降价了所以说我觉得做穿刺也还可以，也不是说非得咳着我必须怎么样。如果你特别想做，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应该做，那尽量要查全。就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既然你已经抽水了嘛，就尽量做的丰富一点哈。